在这个 video 里面，我会分享关于产后石头奶的知识。看完这个 video 后，你就学会如何分辨产后石头奶和塞奶的差别，也会学到如何避免和解决石头奶。嘿，大家好，我是丽丽。我知道很多妈咪都面对产后石头奶的难题。什么是产后石头奶呢？是产后的胀奶吗？这个不是一般的产后胀奶，而是严重版的产后胀奶。首先，在 baby 出世后，你是不会立刻感觉乳房胀奶的。这个不代表没有奶，因为产后的头3天，乳房分泌的是初乳。生第一胎的妈咪，在大概产后的72小时左右，奶水才会开始大量的分泌，也就是开始胀奶了。如果这是第2胎以上的话，一般上不到72小时，可能第2天就已经开始胀奶了。如果妈咪的产程全自然，没有点滴催生药，没有注射 epidural， 没有吊水，总之没有任何的外来液体进入身体的话，再加上产后头1个小时内就开始拼命以正确的哺乳姿势，让 baby 以正确的含乳方式亲喂的话，妈咪是不会严重胀奶的。你会感觉到乳房胀胀，或者感觉比较饱满，可是不至于严重到好像长了2颗石头一样，又痛又胀，青筋冒起，乳房表皮胀到发亮的程度。如果妈咪的产程有外来的液体注射进身体的话，那么产后大概72小时胀奶的时候，乳房里面的脂肪组织也会水肿。有些妈咪以为这个是塞奶，不对，塞奶不一样。塞奶是指当你亲喂完或者泵完奶后，乳房已经排空软软了，可是乳房里面有一个部位会有一个硬块。塞奶是因为乳腺里面不通顺的关系，因为某些原因导致里面塞住了。石头奶的状况就是当你乳房里面的脂肪组织水肿，压着你的乳腺，让它不容易通，是外面的压力，不是里面塞住。要如何预防石头奶呢？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产程全自然是最好的预防方法。产程越自然，越少医学的干涉的话，哺乳越顺利。我明白，有些情况下，这些医学的干涉是必须的，但是很多时候是妈咪自己决定要这些医学干涉的，比如说怕分娩痛或者其他的原因。对于这些怕分娩痛的妈咪，我会建议你们去上一个叫做 Hypnobirthing 的课程，催眠生产。我本身曾经去上过这个课程的导师课程，只不过我选择专注当泌乳顾问，所以并没有进一步成为催眠生产的导师。我去上课的目的就是想要了解催眠生产是怎么一回事而已。这个催眠生产呢，并不会让你感觉到不痛，而是教你如何通过自我催眠，正面去温柔面对子宫收缩的紧绷感。在我这个 video 下面的 description， 我会连接一位催眠生产导师的网址，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要是无法避免严重胀奶，石头奶发生在你身上了，要怎样解决呢？通乳腺吗？那我经常看到妈咪们误以为是因为自己没有通乳腺的后果才会有石头奶，然后就到处找人帮她通乳腺。各位妈咪，你的乳腺本来就是通的，你不需要在怀孕期间或者产后做些什么或者吃些什么来让它通。而且石头奶并不是因为乳腺里面塞住，它是因为乳腺外面的脂肪组织水肿压着乳腺，让它不通顺的后果。
明白那个差别吗？里面塞住和外面压住不能通顺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来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硬推挤乳房，乳房里面的乳腺是很纤弱的，如果你大力推挤乳房，怕会弄伤里面的乳腺，严重的话怕会发炎，即使不发炎也担心你会把乳房表皮戳伤。按摩可以，可是不要太大力，大概涂lotion的力度就够了。另外一个常见到妈咪们说的就是我石头奶日敷了又冷敷，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胀呢？那妈咪们，你要先明白日敷和冷敷的差别。不是日敷，应该说是温敷，不能太烫，大概发烧的温度就好。温敷乳房的效果可以帮助引发奶症，日胀冷缩的效果也有帮助扩张乳腺。温敷乳房对于乳腺堵塞和追奶的时候用，效果是很好的。刚才都说了，产后石头奶是因为外面的压力导致乳腺被压着不通，即使温敷可以让乳腺扩张，但是并没有减少水肿的压力，而且温敷还会帮助引发奶症，你的乳房会更胀更痛。乳腺堵塞的话可以温敷，产后石头奶的话不要温敷。那么冷敷又怎么样？冷敷就好像你平时扭伤脚啊，或者红肿啊这样子，冷敷可以消肿并减轻疼痛。冷敷乳房也是一样，可以帮助消肿，帮助减轻疼痛。如果你只是温敷和冷敷就当作解决方法，那当然不管用啊，因为你要解决石头奶，唯一的方法就是帮助奶水顺利出来。最有效让奶水出来的方法就是 baby 的嘴巴，任何挤奶器都没有 baby 的嘴巴那么有效把奶水吸出来。可是石头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你乳房又硬又胀，皮肤胀到亮滑 baby 的嘴巴要好好衔住乳房是有难度的。因为即使 baby 的 latch on 方式本来是正确的，嘴巴开得够大，大口含上，可是因为乳房太滑太胀了，衔不好，最后只是吸住乳头，就会导致乳头受伤。那么要怎样做呢？要让 baby 可以好好衔住乳房，我们要做的是 RPS Reverse Pressure Softening， 也就是利用反压力来软化乳晕。当你的乳晕范围软化了， baby 才可以好好衔住。 RPS 是这样子做的，用手指头在乳晕的周围往乳房的内部按压下去，这样子可以帮助把前面多余的水分推走，然后让 baby latch on， 就靠 baby 的嘴巴来救你了。这个 RPS 的处理方法不只是产后石头奶可以用，要是妈咪遇到严重塞奶之类的状况，搞到整个乳房胀到跟产后石头奶一样，又硬又滑， RPS 也同样可以帮助软化乳晕，让 baby 亲喂。如果你的乳房胀到很痛，你想要做 RPS 可是痛到下不了手，那么你可以先冷敷一下，舒缓了，没有那么痛了，就做 RPS， 乳晕软化了，就快点抱 baby 过来亲喂。如果没有办法亲喂怎么办？要是 baby 不在身边，或者因为某些不得已的关系真的没有办法亲喂的话，那么妈咪就可以靠自己用手挤，或者靠这一类 silicone 的挤奶器的帮助，尽量把奶水排出来。不要靠挤奶器，不要靠泵，因为泵是无情的向前抽，
不只是吸你的奶水，连水肿的脂肪组织也向前抽，乳腺还是被压着无法通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妈咪产后石头奶胀得要命，可是却泵不出奶来的原因。有些人会建议叫老公帮忙吸，这个方法有帮助吗？那不是不可以，可是要注意一些要点。第一，吸吮的方式要用舌头帮忙按摩乳房，不要只是吸乳头，不然乳头会受伤。第二，大人的嘴里面比较多细菌，所以妈咪乳头受伤的话就不建议这么做了。一般上处理正确的话，产后石头奶会在12到24小时之内好转。如果24小时后完全没有好转的现象，就一定要求救，让哺乳顾问帮你看看是不是因为 baby 的含乳不正确，还是你的哺乳姿势不对等等问题。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产后坐月子期间千万不要食用任何催奶食品或者发奶茶，尤其是那些不明白产后头3天分泌出乳的妈咪，以为自己没有奶，产后头3天内就已经开始吃了一大堆的催奶食物，又power pumping，当奶水大量来的时候，胀奶会胀到很厉害，很辛苦的。我下个星期会分享关于如何用手挤母乳的 video， 请按下订阅 button， 还有再按它旁边的小铃铛，当我 upload 新的 video， 你就会立刻收到通知了。好了，今天到此为止，我是丽丽，拜拜。